从没见过这么坚强的女人。由于爱家暴的丈夫发酒疯，把妻子和孩子都赶出了家门，受不了如此伤害侮辱的女人，独自带着2个孩子，在野外开始了坚强的生活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等2个孩子都去上幼儿园之后，今天的珍妮也不打算外出劳务了。她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就是当初拆除了旧鸭棚之后，在那里种植的爬行类蔬菜已经长大了。为了能让它们更好的成长起来，现在也是时候给它们打造一个爬行架了。好在附近就有着许许多多的竹林，这让珍妮减少了许多寻找材料的时间。就是搬运的时候有些费劲，但是一想到家里现在的情况，珍妮是一刻也不敢懈怠。她打算用竹子依靠着山坡延伸出来，然后在下边挖出一个基坑，到时候就可以插入竹子来作为支撑点了。看得出来，很长时间都没休息过的珍妮，身体已经很疲劳了，动作都迟缓了许多。但是，一想到家里的2个孩子还很小，还需要珍妮去嗷嗷待哺的养育他们，她是一刻也不敢停歇下来，只能拖着疲劳而又劳累的身体，去一点一点地完成工作。将粗大的竹子都插入地面，并且固定好后，就可以将长长的竹子横加在支撑点上了。随后再依靠着平台去延伸出来，就可完成爬行架的框架结构。尽管每一根竹子都又大又重，但是也阻止不了珍妮想把生活变好的决心。她拖着劳累的身体去搬运来了许多的竹子，将它们都横加在爬行架的框架上，随后用细小的竹片将它们牢牢地固定好。这样不仅能增加架子的牢固性，也能让蔬菜很好的去进行爬行。珍妮真的是一位特别细心的女人，她还特地去找来了带竹枝的竹子，将它们都铺设在架子上，希望有了这个爬行架的帮助，它们都能很快速地成长起来，给珍妮现在一穷二白的家里带来一丁点的回报。珍妮真的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不求能有多大的收获，只求2个孩子的生活能稍微的好过一些就好。第二天一早，珍妮照常给孩子吃完早餐，并目送2个孩子去上幼儿园之后，就开始了忙忙碌碌的一天。家禽每天都是需要去喂养的，每次看着这么大养殖规模的鸭子，珍妮的内心都充满了十足的安全感。这些可都是目前家里的生活保障。前2天开荒鸭棚那边的荒地种植蔬菜，已经花光了珍妮这段时间存储下来的积蓄。现在的她不得不外出劳务，不然家里就又回到了温饱都成问题的状态了。好在荒无人烟的野外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只要稍微的勤快一些，总能有所收获。尽管价格可能会相对低廉一些，但是现在一穷二白的珍妮一点也不敢挑了。她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赚钱赚钱再赚钱，来让家里现在的生活再次的慢慢好起来。这次他收集的比以往的数量都多，直到竹篓彻底的放不下了才肯罢休。看得出来珍妮是真的很缺钱了，一点也不考虑还有很长的路程才能到镇子上。按照老规矩，为了能尽快的把竹笋贩卖出去，珍妮还是打算以打包的形式出售。尽管这样贩卖的价格会很低廉，但是有一点收入总好过没有收入。将竹笋都分门别类的打包好后，珍妮也向着遥远的镇子上进发了。贫困的家庭就是这样，连个像样的交通工具都没有，所有的路途只能依靠步行来解决。在艰难的徒步了1个半小时后，终于也是赶到镇子上了，找到了一个人流量还算集中的位置，珍妮就摆起了今天的摊位来。由于竹笋是今天才采摘上来的，十分的新鲜，加上价格低廉，量又很大，来购买的人流量还算是可以。辛苦的蹲着售卖了好几个小时，才算是把竹笋全部销售出去。有了收入的珍妮也算是有了干劲，她相信只要她一直勤奋的付出，家里迟早有一天又会变好起来的。孩子2个人也早就习惯了母亲的早出晚归，每当回家看到母亲不在家的时候，兄弟2人都会乖乖的待在家里等待着母亲的回来。这是我见过最勤奋的单亲妈妈了，为了孩子2人不仅搭建出了家园，还养殖了大批量的家禽，把家里的生活一步步的向上发展着。新的一天来临了，珍妮照常带着2个孩子往着鸭棚走去。随着养殖的规模不断的扩大，好处也已经显而易见了，每天几乎都能有几颗鸭蛋的收入，来保障2个孩子成长的营养需求。当初从集市购买回来的小鸭子们，在珍妮的悉心照顾下，都在茁壮的成长当中。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就能贩卖了，到时候家里的收入也将重新的充裕起来。购买回来喂养的小猪仔也都很健康，家里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发展着。当初第一批开荒出来的后院菜园子已经用不上了，
现在的珍妮已经开荒出了许多的新田地，所以她今天打算带着2个孩子，把这里升级成一个新的工作区，以后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也都会方便许多。将凹凸不平的地面进行修整平齐后，珍妮去搬运来了粗大的竹子，准备用它们来作为主力支撑。竹子本身又大又直的特性再合适不过了，就是搬运的时候需要花费不少的力气。测量出工作区的位置大小后，就可以开始基坑的挖掘工作了。2个孩子年纪虽然还很小，但是一直都很懂事。每次在母亲辛苦忙碌的时候，他们总会端上那么1碗水，来让母亲适当的休息一下。这可能也是珍妮为什么一直很疼爱他们的原因。将搬运过来的竹子劈砍出合适的长短后，就可以插入到工作区的4个角落之中去了。还要回填上泥土进行夯实，防止它们走位。随后就可以将竹子横加在柱子上，来打造出工作区的结构框架了。珍妮真的是一位很坚强的女人，换作是我可能都没法像她一样，把家里和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竹子片出竹条，随后把竹节进行打磨平整，就可以用来搭建工作区的屋面了。先利用竹子横加在框架结构上，随后将竹片平整地固定在竹子上，这样搭建出来的工作区屋面结构稳定性那是不用多说的。就是爬上爬下的实在是有些费珍妮。在孩子的帮助下，把防水布铺设在屋面上，一个简单的工作区就打造完成了。以后家里也有了专门处理家务活的地方，再也不需要在屋里或者是大太阳下去完成了。珍妮真的是一位很伟大的母亲，亲手一点一点地把家园建设起来，不仅能很好地照顾到孩子们的心情，还把他们的生活环境以及生存问题都完美地解决了。他们只需要负责健康快乐地长大就好。第2天一早，珍妮带着2个孩子做好洗漱，给他们吃完早餐之后，孩子2个人就去上幼儿园去了。现在孩子都长大了，对这附近也都熟悉了，珍妮也就不用再送他们过河去了。昨天辛辛苦苦搭建出来的工作区还是很实用的，家禽的食物都能在这里解决。每次看着如此庞大的家禽数量，珍妮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心。前段时间投入大量心血开辟出来的田地也传来了好消息，种植的蔬菜都纷纷的发芽了，太好了，这才不枉费珍妮花费了很大的代价。家里以后的生活总算是有了个好盼头。把辛苦打造出来的家园巡视了一圈后，发现已经没什么要处理的事情了，所以珍妮打算今天外出劳务，看能不能赚取一些收入来补贴家用。在野外辛苦地寻找了好一段时间，终于还是让他有所发现了。这一片野生的芭蕉树结出了少许的芭蕉，虽然价钱不高，但是有收入总归是好的。由于芭蕉长得太高了，珍妮没有办法，只能是将它们给放倒了。将收集到的芭蕉进行拆分后，都装入到竹篓里，也就得到了满满一竹篓。一部分留给家里的2个孩子吃，一部分背去镇子上贩卖。珍妮分得很清楚，她无时不刻不再牵挂着2个孩子，就是每次去镇子上都需要徒步1个多小时，实在是太辛苦太劳累了。真希望她能有钱买辆简单的交通工具。今天的生意还算是不错的，因为她为了卖出去总是把价格压低，尽管这样收入很低，但是起码都能卖得出去，而不至于留在自己的手中烂掉。每次从市集回去的她总会带吃的回去给2个孩子，像极了我们小时候都会在家里等待着老妈带吃的回去的场景。家里的大米快吃完了，要及时的补充，不能让2个孩子饿着肚子。现在珍妮的日子真的好过很多了，买大米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买了，不像之前钱只够买个几斤几两的。勤奋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状况。还好珍妮是个坚强又勤奋的女人，把这一切都硬生生的挺了过来。孩子2个人也在她的精心照顾下茁壮健康的成长着，这种一步一步把生活变好的感觉真好。家园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，鸭棚也遭到了台风的肆虐破坏，刚搭建出来的工作区也不能幸免于难。看看坚强的珍妮能否安然面对。新的一天来临了，昨晚刮了一场很大的台风，珍妮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。好在当初她搭建新家的时候很用心，这才没出什么大的问题，就是家里附近的竹子都给吹倒了，幸好没有让2个孩子受到伤害，要不然珍妮哭都不知道去哪里哭了。
今天的珍妮担心会出什么问题，所以打算送2个孩子过河上学。当初搭建出来的桥体也都被吹废了，由此可见昨晚的台风刮得有多大了。叮嘱好2个孩子路上千万要小心，珍妮这才放心地往家里走去。桥体要复原回当初的位置，毕竟2个孩子还很小，万一掉下去河里就不好了。不放心的珍妮还亲自地走了一圈，随后精心地去修复了它，事关到孩子的安全，这可马虎不得。还需要将昨晚刮倒的竹子及时的处理掉，万一突然掉下来砸到人就不好了。等把这些都处理完的时候，珍妮赶忙去鸭棚查看了情况。地面已经被雨水淋得泥泞不堪，屋面也遭到了台风的强力破坏。好在小鸭子们都没造成什么损失，这才让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这些可爱的鸭子们可都是珍妮的心头肉，家里的日常开销还得依靠着它们，可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才好。家里养殖的小黑猪也没出什么问题，就是前几天辛辛苦苦搭建出来的工作区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，明显已经是不能用，需要去修缮的状态了。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先把鸭棚修缮好，台风把屋顶的棕榈叶刮得到处都是。不过好在结构框架当初搭建得很牢靠，所以并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损坏，只需要把屋顶重新进行编织就好。这对于珍妮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，就好像是张飞吃豆芽一般的简单。毕竟她已经使用了这个办法，成功的搭建出了新家、猪圈以及现在使用的这个鸭棚了。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，珍妮能有今天这么厉害的手艺，完全是为了2个孩子以及被困难的生活所逼迫出来的。忙忙碌碌地编织了一上午，终于是把鸭棚修缮完成了。家人们还记得这些芭蕉树吗？当初珍妮在升级打造新家的时候，为了美化这条回家的小路，费劲巴拉的从野外移植过来的芭蕉树，终于也长成了茁壮的小树苗，就是要等待它们开花结果，可能还得需要一大段的时间。不过也没什么关系，只要能有盼头就行。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一点一点的努力，就会慢慢的把它变美好起来。时间在忙碌中总是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也已经到了孩子们放学的时间。每次看到母亲一个人辛苦的工作时，2个孩子总会不由自主地加入其中，真的是很懂事的2个孩子了，从来都不会袖手旁观地看着母亲一个人忙活。尽管家里昨晚遭受到了台风的破坏，但是今天一家3口的心情出奇的好，珍妮也难得地放纵孩子们在水里玩耍，可能这就是大难之后的快乐吧。母子3人其乐融融地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，已经不知道多久没见过如此开心轻松的珍妮了。母亲的情绪能直接地影响到孩子的心情，真希望这一家3口能一直这样幸福自在快乐地生活下去。继续修缮被台风肆意破坏的家园，种植芭蕉树，不断的完善家园的建设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珍妮带着2个孩子在家里打扫着卫生。前天家里遭受了台风的摧残，把落叶吹得院子里到处都是。为了保持孩子2个人的生活环境，养成讲卫生爱干净的习惯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家禽每天也都是需要去喂养的，不然哪里会有这么多的蛋来给2个孩子补充营养。不得不说，现在家里确实好过太多了，鸡蛋鸭蛋什么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收入，孩子2人的身体也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。将他们都安顿好，乖乖待在家里学习后，珍妮就外出去了。前天台风把工作区的屋顶都破坏了，今天珍妮打算把它们重新的修缮起来。思来想去，还是打算利用棕榈叶来搭建，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，还和厨房的屋顶同一个风格，并且后山上就有着大量的棕榈树，也就省去了跑去大老远收集材料的时间。收集到足够多的搭建材料之后，就可以把之前搭建的屋顶进行拆除了。
为了能够方便的爬上爬下，在正式的开始拆除之前，还需要打造出一把梯子，将2根竹子平齐的开凿出凹口，随后将竹子打磨成合适大小的竹片，就可以插入提前开凿出来的凹口中。这样一把朴实无华的梯子就算是打造完成了。以后需要孩子帮忙的时候，就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会跌落下来了。还需要将收集到的棕榈叶进行编织，将它们的根部进行缠绕处理，这样才能避免它们因为松散而导致工作区屋顶漏雨的问题。将旧的屋顶进行拆除后，就可以正式的搭建屋顶了。不得不说，有了梯子之后，确实是方便了许多。珍妮爬上爬下的都来去自如了，剩下的就很简单了，只需将先前准备好的棕榈叶平整的铺设在框架结构上就好。在母亲干活的时候，2个孩子都会去帮忙，一家人互相帮助的场景简直不要太幸福了。特别是小儿子圆圆，虽然年纪还很小，但是你可别小瞧他，小小的身体里可是隐藏着大大的能量呢。一家3口辛辛苦苦地搭建了一下午，终于是把工作区给重新的搭建出来了。此时的天空也适时的下起了小雨，就仿佛心疼着一直以来辛苦付出的珍妮一般，想让她适当的停下来休息休息。然而才刚雨过天晴之后，珍妮就又背着竹篓外出去了。她真的一刻都不曾休息，只想带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。在野外辛辛苦苦地找寻了一圈后，实在是没发现有什么可以拿去镇子上贩卖的东西了。既然都已经出来了，总不能空手而归吧。无奈的珍妮只能收集了几棵幼小的芭蕉树苗，背着它们就往着遥远的家里走去。他打算继续的完善着搭建出来的家园，家里的后院刚好还比较的空旷，可以适当的种植上2棵芭蕉树。等它们都长大了，不仅可以美化一下家里，同时也能给2个孩子多一些吃的选择。珍妮对待着这个小家可谓是十分的用心了，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，不断的完善着属于自己的家园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，不仅让人有着十足的成就感，还对未来美好的生活有了些许的盼头。这是一位身处在家暴之中的女人，无情的男人每天都发着酒疯殴打于她，让她不得不带着2个孩子离开，从此在野外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珍妮一大早就给孩子吃完了早餐，随后将他们送过河去上幼儿园了，照常去鸭棚喂养家禽，随后收拾好昨晚下好的鸭蛋，珍妮匆匆忙忙的就外出劳务去了。因为这几天一直在家收拾被破坏的家园，导致她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收入了。为了不让生活原地踏步，珍妮就只能加倍的去付出，毕竟天下没有白来的午餐。为了2个孩子，她不得不努力。好在今天的幸运女神是眷顾珍妮的，没找多久就看到了一棵长满果实的荔枝树，荔枝也已经是完全的成熟了，真的是太棒了。今天的收入终于是不用发愁了，管它3七21，先收集去镇子上贩卖了再说，毕竟不是哪天都会有如此的好运的。树上的荔枝长得很集中，没多久就已经是收集了满满的一筐。珍妮那个欢喜啊，二话不说就背着往家里走去。在正式的贩卖荔枝之前，还需要将荔枝进行清理打包，干干净净的外表，不仅卖相也会好上许多，同时也能进行捆绑销售，这样小一些的荔枝也能很好的贩卖出去。等辛苦的把这一切都做完了之后，珍妮也就背着他们往着镇子上赶去了。背着满满一大筐的荔枝走那么长的一段路，这对他来说确实是很辛苦，但是为了2个孩子，珍妮也只能咬牙坚持了。谁叫自己的家里穷，买不上交通工具呢？有时候生活就是如此的令人无奈。找到了一处小摊聚集的地方，珍妮就摆起了今天的荔枝摊位来。今天的生意比以往差了不少，尽管珍妮已经把价格压得很低了，但来购买的人还是稀稀疏疏的。没办法，做生意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并不是每一次都会很顺利的销售出去。不过好在结局是好的，尽管花费了好多个小时，但是总算是把荔枝销售一空了。有了钱的珍妮自然也会大方起来，少有的见她购买了海鲜回去吃。不过为了2个孩子的身体营养，无论多贵对珍妮来说都是值得的。每次来镇上肯定会买杂物回去，这已经是2个孩子和她之间默认的承诺了。珍妮还购买了一张替换的凉席和一些日常消耗的生活用品后，这才心满意足地往家里走去。由于今天贩卖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等珍妮走到家时，天也已经是快暗淡了下来。不过好在大儿子轩轩是个很懂事的孩子，
母亲不在的时候会自己动手煮饭，来帮助母亲缓解家务的压力，这样母亲回来只需做菜就好了。很少能吃到海鲜的两个孩子异常的开心。这里身处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，平日里想吃到海鲜可是很贵的一件事情。不过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孩子，只要他们能健健康康的成长，那么一切就都会是值得的。这是我见过最勤奋的单亲妈妈了。为了孩子，两人不仅搭建出了家园，还养殖了大批量的家禽，把家里的生活一步步的向上发展着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今天的天气并不是很好，到处灰蒙蒙的。前段时间收集回来的芭蕉也都熟透了，搭配着鸭蛋作为早餐再合适不过了，营养均衡，给孩子两个人开启美好的一天。早餐吃完后，孩子也该去幼儿园了。珍妮照常的在家喂养着家禽，两只小猪仔也喂养了好长一段时间了。当初匆匆忙忙的搭建出来的猪圈，已经明显的容不下他们两个了。不过这对珍妮来说是个好消息，说明他们也已经在慢慢的长大了，离能贩卖的时间又靠近了一些些。所以今天珍妮也不打算外出劳务了，打算给这两个小猪仔把猪圈给它升级一下。后山上就有着可以搭建猪圈的材料，这些被砍伐的竹子可以很好的证明珍妮是个多么伟大的母亲。搭建家园的所有竹子都是从这里获取的，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。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，这句话真的一点都没说错。竹子收集起来还算是比较轻松的，就是每次带下山的时候，都会让珍妮吃尽了苦头。但是为了小猪仔能正常的成长，为了家里能有着更好的生活，珍妮就算是再累也都不会觉得累。需要将长的竹子劈砍出合适的长度，然后片出足够多的可以用来搭建的竹片，才算是把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完。将片出来的竹片打入地面充当支撑点，随后大的竹片通过正反交汇的方式穿过支撑点内，这样就可以搭建出猪圈的围栏了。虽然这样的搭建方式比较的费时费力，但是好在搭建出来的也还算牢固，要不然要是被二师兄给偷跑掉了，珍妮这段时间的辛苦就全都打水漂了。两个孩子放学的第一时间都会去找母亲，并且给她一个爱的拥抱。感受到母亲劳累的小儿子圆圆，总会去给母亲端来一碗水，让母亲能稍微的休息一下，并且他也会加入到其中，和母亲一起辛苦的搭建着。有了小儿子爱的加持，珍妮更加的卖力起来了，浑身仿佛就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一般。辛苦的忙碌了一天了，总算是把猪圈升级完成了。看得出来，两只小猪仔也很喜欢现在的环境，希望他们也能尽快的成长起来，然后回报着这个幸福的一家三口。第二天一早，珍妮带着小儿子去看了他们家的后勤保障部队。在珍妮这段时间的精心照料之下，他们是一天一个变化，鸭群也在日益的庞大了起来。不过最让人高兴的是，几乎每天都会有几个鸭蛋的收入，可见珍妮当初做的决定是多么的正确。小猪仔也适应了昨天搭建出来的猪圈，家里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发展着。趁着今天两个孩子都不去幼儿园，珍妮打算带着他们去收割种植的蔬菜。当初辛苦种植出来的蔬菜，终于是迎来了丰收的时刻了。所有的辛苦付出都会有所回报的，将它们都贩卖出去，家里的生活又将改善了不少。不过这只是一小块的地方，所以不需要花费多少的时间就收割完成了。品尝到了种植所带来的甜头，珍妮对他们就更加的呵护了起来，还围上了护网来保障它们的生长。收割回来的农作物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处理，长得好看的拿到镇子上进行贩卖，差一点的可以喂养给两只小猪仔。等一切都准备的妥当之后，珍妮就带着两个孩子往着镇子上走去了。好久都没去镇子上的两兄弟，看得出来还算很高兴的，走起路来都不由得手舞足蹈。由于去市集的路途很遥远，珍妮不舍得两个孩子走那么长的路途，就找了一个人流量还算不错的位置，摆起了摊位来。由于是有机蔬菜，没使用过一丁点的农药，加上今天有着两个孩子运气的加持，生意总体上来说还算是不错的。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部销售一空了。种植给珍妮的生活带来了丰收的快感，难得两个孩子也来到了镇子上，该省省该花花，孩子两个人的要求必须要满足的。珍妮还大方地带着两个孩子去甜品店，去品尝一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吃过的甜品。
努力总能给生活带来美好的回报。希望这一家3口也能一直这么幸福的生活下去。